今天来我们的马棚巡视一圈。哦呀，既然都集齐了，这匹马拿的凶器呢有一点危险，我们先把它拿出来吧。嗨，帅哥，给个3连呗！哎，兄弟们，我们终于又集齐6寸可动的赛马娘了。我为什么要说又呢？就是因为我们1月份已经集齐了一次了，只不过这期间呢又出了2个新的，所以说呢又要重新买，对吧？光钻已经看过了，这次呢是北黑，就是北部全驹马。这个改良日式风我感觉还挺可爱的，挺戳我的。我们来打开看一下，这是一个通贩，底下有背景板，也有一张说明书。别看它定价高达税前8500，但是呢现在一个全新的要3张半，我当然也是买的全新嘛。主体上是一张防尘膜没有，只是在背后的裙摆这里呢会放了一个套。我去，这太松了吧！这浑身大部分关节都是很松的，手腕这里虽然说上下很松，但是呢这里我们要先泡下开水再拔开，然后把它这里面的关节打磨一下。因为我买的也算是比较晚了嘛，这个是2月出货的，他们买到手很多人都说是这里特别的脆，一拔就断，所以说呢一定要打磨一下，不然的话就太紧了。解决掉手腕的隐患之后呢，我们来装好尾巴看一下吧。当时看到罐头之后，很多人都被吸引住了吧？但是拿到实物之后，我想你肯定有很多的疑问吧。首先就是这个胯呢也太宽了吧，2条腿之间根本夹不拢呀，而且它怎么没有脖子呀？这外观实在是太离谱了。不过身高方面确实是比想的要高一些，毕竟看到日式风格就会觉得它很矮嘛，但是没想到这么高。你看我拿一个卢比来对比，都把它吓坏了。同样是双马尾，但是为什么要高这么多呀？SRF 马娘里面又是这么一个小礼帽，可以给它比身高吧。而且呢，它还是因为北黑没有脖子，所以说很明显要比它矮。重量方面只有40克。然后我们从头部开始看一下细节，我不禁就想感叹，因为我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玩水团的肥姑妈嘛，所以说呢，看到这么一个弯带的细节呢，就非常的感动，因为比肥姑妈好太多了。肥姑妈真的是又肉又糊，细节又大还少。你看弯带的虽然说也是有点糊，而且呢这横膜线还乱开，你看竖着一道，横着一道，但是呢这锐利程度，而且细节的丰富程度可要比肥姑妈要强了太多呀。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头的造型呢，就是一个双马尾嘛，然后呢就是有一撮这个白毛，还有一撮呆毛。这一撮毛和小狸猫的很像，但是呢并没有像它一样做成硬的，还很扎手。这次呢是做成软雕的了，不用担心它会断掉。飞镊之间的开毛没有做好，可以看到中间有一条大缝，然后两边的这个发卡呢，可以看到开毛锐利程度那是好太多呀，比那个肥姑妈要强了很多。弯带的开毛精细程度还有细节绝对是可以夸一下的，只不过这个白色中奖了有点异色。弯带马娘系列的脸其实都是不错的，除了那一个无声铃鹿真的是糖的要命，其他的都是没问题的。然后就是没有脖子，它这一身衣服可以看到既然是金属色的发色，还是挺漂亮的。露肩露一半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一个关节的颜色呢和它身上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关节的颜色偏白一些，身体上的颜色可以看到是偏蜡黄一些，只是背面正面是没有这个问题的。身上的这件衣服涂装细节开模什么都是非常精致的，只不过中间这一个装饰什么的都是不在最中间的，强迫症可能受不了。目前出货的10个赛马娘里面，只有它和米玉是低胸装嘛，然后米玉的胸口还被一朵花挡住了，它的没有挡住，可以在强光下看到有一条沟，自然光下是很难看到的，这一条缝开得很隐蔽。但是呢，这2个袖子就做的不行了，可能是因为胳膊材料的问题，可以看到呢有各种脏东西。然后胳膊肘的关节颜色呢还和这一个袖子不一样，偏黑很多，也是太深了。我不知道弯带它是什么天才的开模，我们可以看一下膝盖呢很明显就是和这个袜子是一个颜色了，袖子也是和袜子一个颜色的。很明显这一套关节里面膝盖还有胳膊肘的颜色不一样，是胳膊肘是单独的太黑了，不知道弯带它怎么搞的。还好都是黑色，色差不算很明显，而且呢胳膊肘之间呢也没有缝隙了。之前那几个赛马娘多多少少的都有一些问题，胳膊肘之间的缝隙太大了。衣摆还有这个袖子上的印花是十分漂亮的，但是呢注意不要碰袖子上的，它不干你知道吧，发粘的，你这样乱摸的话会容易把它给刮蹭花，所以换手的时候千万不要捏住这里，不然的话会蹭的到处都是。还好我已经提前让你把这个手腕关节给打磨一下了吧，这样的话替换手腕没那么麻烦了，这样安住这个胳膊肘也可以轻松替换。可能衣服不这么明显，但是看到这一个日式的束腰就能明白，这确实就是日式的嘛。开模除了这2条之外都是很精致的，这2条呢可以看到是有很明显的飞边的，然后这2根绳子呢可以看到涂装真的是死粑粑一样，比 KO 的还拉垮。不过这2条绳子的正面看的涂装确实是没什么问题，但是背面涂装真的是死的要命，真是不知道它怎么涂的，全都是这种尖刺呀。刚才我站式的时候大家也感觉出来不自然了吧，因为它这个裙摆呢是撑起来的，所以说呢它这些胳膊呢是没有办法往下垂的，可能是为了保证腿部有更大的可动吧，所以说呢就弄得这么飘逸。然后就是刚才说的这些胯部间隙嘛，真的是特别大，就像生过好几个马一样。不过也很明显比小狸猫的已经是窄了很多了，这小狸猫的胯真的是宽的要命啊，就像一次生了10匹小马一样。腿部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真的是又细又长，要不为什么比其他的赛马娘要高这么多呢？你看它正面是很细的，而且细的很过分，但是看侧面的话又很饱满，这真的是从正面和侧面看都不像是同一双腿该有的粗细程度呀。
虽然说腿呢是很细，但是呢腿型是很好看的。然后就是在袜子最顶端会有这个红色的边，还有一个金色的小装饰物。小腿根部呢会有这么一个红色的绑带，然后靴子呢就是这么一个日式的嘛。这两边金色怎么涂的形状完全不一样呀？真不知道是哪边中奖了。这是一个橙色带了金边的一个靴子嘛，底下也有一个高跟。然后呢，这底下也可以看到是一个金色的马蹄铁，别的基本上都是银色的，这个还挺高贵的。总体来说呢，把这个脖子延长结之后还是可以的。小毛病的话，主要还是在于这个胳膊还有腿上面的这个红色的条纹涂得很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可动，首先是除了常规可动之外的其他可动，耳朵是可以转动的，然后这一个马尾呢也是可以转动的，背后两根绳子可以左右摆动，然后这一个尾巴呢也是新规的嘛，是可以上下摆动了，多加了一段关节。低头抬头幅度都比较一般，毕竟没有脖子嘛，转动倒是没问题。然后胳膊的平台会被这一个马尾干涉住，所以说呢只能达到100度左右。大风车没问题，然后大臂这里呢也是有平转的，胳膊的曲轴大概在100度左右，手腕可动非常的灵活。因为它这个外套的原因，所以说胸腰可动基本上为0，平转的话是有一段的。胯部可动的话，它是有下拉关节的，而且幅度还很大，所以就算有裙子的干涉，它的侧踢幅度也是可以达到很大的，前踢幅度能够轻松的超过120度，后踢也能够达到70度左右。然后膝盖的可动可以看到能够超过100度，胳膊肘还有膝盖也都是有这个平转可动的，脚部接地性向内向外都是一点点，脚尖可动没问题。这一圈把玩下来，也就是这一个左膝盖还行，其他地方的关节呢都是偏松的。配件方面呢，有一个支架地台，没有特效键，然后有5张替换脸。北黑的嘴部做的立体感不够，可以看到首先是2张笑脸，一个是眯眼，一个是睁眼，然后是一张 Wink 脸，还有一张马娘特色呆脸，以及一个奔跑时候严肃的脸。替换手型呢只有3对，首先是一对五指防身手，一只大张开手，一只半张开手，还有一只指天求虐手，以及这一个是左手的武器握持手。我们都知道弯带的原则就是说，只要是没有给你武器的话，他就不会给你武器握持手的，也就是有几个例外，比如说冲锋狮王那种。这次呢，因为他确实是给了一个武器嘛，是一个麦克风，所以说是给了你武器握持手，但是只给了你一个左手的，没有给右手，还是那么的恶心。有武器等于我会给你，但不代表我会给你一对，是吧？可以看到这个麦克风呢，头做的还行，它这个柄呢，可以看到像粉姑妈一样歪的，挺抽象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北部悬居的情况了。正如大家所见，因为它本身的原画是很好看的，所以说呢，万代做这拉垮呢，它也是有一个很高的下限的。只是奈何浑身的关节、这头、这胯实在是有些难受。涂装方面，因为浑身用的大部分都是一印，所以说呢，想翻车都难。对于现在破发了1张多的价格，可以说是挺香的，值得入手。关于修复的话，一开始也说了嘛，拿到手之后要先泡开水把手拔开，然后打磨一下这个拳关节，不然的话真的是脆的特别容易断，而且还能防止这一个袖子的一印刮花嘛，因为这里呢它就像是干一样发黏。这里发黏没有什么好处理方法，所以说你只能是尽量不碰它，因为它如果说手腕紧的话，你肯定要捏住这里才能拔嘛，不然的话拔不起来，还特别容易断。这样的话它松了之后呢，只需要捏住这里就能轻松的拔下来。没脖子的话也是好解决，因为呢它这里不是拳关节连接的，所以说也好垫高。我们要加固的是这2个零件之间，不然的话脖子加长了就显得畸形。这里呢我是要泡开水才行，这里我是泡了4遍开水才把它给拔下来，实在是不好发力。所以我们必须要对脖子里面进行扩孔，过上1圈之后才能够加长。不然的话脖子就塞不进去了。然后先把脖子安回去，再垫一层蓝丁胶，因为它的脖子是互通的，你不然的话会把这一个脖子底下给填死。这样再安回去，脖子就会变长了，也不会松动。这样再安回去就可以看到有脖子了，而且呢也不会松动。最后呢，为了还原这么一个效果呢，又买了一盒，只不过呢很明显是涂炸了。本来是想着手涂一下界面4来的，结果没想到涂翻车了，所以最后只能忍痛又买了一个新的头。这次改良之后涂的倒是没什么问题了，对吧？